Hello，大家新年快乐！新年伊始，让我们从 Q&A 开始。答应过各位要做的 Q&A， 这就来了。你最喜欢的 BL 剧集是哪一部？关于这个，我之前其实有做一个排行榜出来，现在它的第一名依旧没有变，《美丽的她》。我会选这一部，并不是说它的故事有多厉害，还是说它的导演功力就一定是最顶尖的。当然，那部导演很厉害，看过的应该都知道。只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让我会想要反复去回看、反复去回味、常看常新，会想要不断的重刷的，真的就是这一部了。2025最喜欢的 BL 剧是哪一部？这个问题我思考好久哦，因为2025真的好多好厉害的剧集。不过我最后还是决定要选《杀死你的旅途》。看过那部剧的应该也都知道，那样的手法，那样子的讲故事的方式，在 BL 这个小众的圈子里来讲，真的是相当难得的。其他剧也没有不好吼，我心目中有好多的遗珠，可是最后我还是决定选一部我心目中觉得最特别的、最喜欢的 GL 剧集是哪一部？其实我看过的 GL 不多，看过的可能女同志的影片还不少，但是那种商业化的，看两个美女谈恋爱赏心悦目的那种 GL 的剧集真的是不多。所以，如果从我看过的有限的这几部作品里面挑选一部最喜欢的话，我会选 Pluto。资星最喜欢或最有印象的5部剧集，这个问题应该没有限制 LGBT 题材吧？哇，那这个就更是广泛，更是发散，更是难以抉择了呀。我根据国家地区提名几部吧。最喜欢的美剧《怪奇物语》，最喜欢的日剧《四重奏》，最喜欢的韩剧《机智的医生生活》，最喜欢的台剧《俗女养成记》，最喜欢的中国剧《甄嬛传》，最喜欢的英剧《福尔摩斯》。有没有觉得，其实我的审美也就这样，好像都是一些大众化的作品？对，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什么独特的偏好口味吼，大家喜欢的我就会跟着喜欢这样。从我开始做 reaction 以来，有没有哪一部剧是让我觉得最有趣或者印象最深刻的？前面回答过的《杀死你的旅途》算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之一。再来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天剑向阳之声》。当时在看前4集的时候，真的是每一集都可以打中我的内心。当时真的觉得这部剧快要被我捧上神坛了，最后被第3位导演拉下来了。哎，不过再怎么样，它也还是我内心里的一部佳作。有没有什么对话或者台词是让我印象深刻的？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果是你，或许可以相恋。那个时候，龙司在回应小天的告白，他说了一句：“俺も天音のこと好きになっていけたらいいって思ってるよ。”其实这句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台词，只是在看到的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内心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敲动了。后来我大概明白了，因为我自己青少年单恋的经验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人，我也好想要遇到一次啊！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更何况是 LGBT 族群，毕竟人数就是比较少嘛。再加上青少年那个年纪，大家面对感情都不那么成熟，面对你的告白，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不知所措。当然，我不是在责怪那些被我告白，然后给我一个可能让我有点伤心的反应的那些人，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没有喜欢我，不是他们的错，只是我会想，如果我能遇到一个像龙司这样子温柔回应的，该有多好。除此之外，我想提名第2个就是未成年第11集特別篇。那个时候，志川跟水无赖大晚上的跑去海边，志川对水无赖那段深情的告白。撮影終わりにさ、一人で散歩する時があって、砂浜に座って夜の海をずっと眺めてた日があって、星も月も出てなくて、空も海も真っ暗で、水平線もよく見えなくてさ、穏やかなんだけど、なんだかちょっと怖い夜で、そのまま何時間かいたらさ、だんだん空が明るくなって、海がキラキラって、それ見てたらさ、なんかジンのこと思い出して、なんか重なったんだよな。心が動く感じ。
あったかくなる彼氏。俺その時に思ったんだよな。俺ジンのこと愛してんだなって。結婚なんかできなくても俺ずっとジンのそばにいるから。 What kind of content in BL do you like watching？ 这个问题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你想问什么。你的 content 指的是哪一种故事是我喜欢的，还是指哪一种形式的内容，剧集、小说、动画等等的，是我比较喜欢的？如果你问的是前者的话，其实看了我频道那么多的影片，你们应该也知道，我没有那么的挑，没有说一定要限制看哪一种内容的，只要感情细腻，逻辑不要有大问题，然后不要太挑战我的道德底线的，基本上我都是喜欢的。至于我喜欢看哪一种形式的 BL 故事的话，这刚好也有另外一位朋友有问到。我呢，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剧集。动画、小说、漫画我都有试过，但真的就不是我的菜。尤其我真的是不太能接受性行为的过程用文字描述出来的。小公的硕大把小臭的嘴撑得满当，让他几乎无法呼吸。Oh my god， 我不行，我不行。可是看剧集拍床戏，我就觉得还好。当然那些剧集的床戏是不会拍得这么露骨啦，但是除此之外，我总觉得还有别的因素会影响到我观看这两种形式的这种不同的感受。其实这也是我在思考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留言告诉我。Would you reacting to BL dramas OST？ OK， 这里有一个文法错误 ，Would you react 不用加 ing。这边顺便插个题外话吼，我的频道观众朋友来自世界各地，不见得大家都这么会讲中文或者英文，所以大家留言给我吼，其实用你们的母语就可以了。现在的 AI 工具很方便，我用翻译我也能看懂你们想表达什么。有一种情况是，我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那个观众很努力的想要用他不擅长的英文留言给我，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看不懂他想表达什么，丢给 AI 请他帮忙解释，结果 AI 好像也看不懂，所以也开始乱掰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出来。你们知道的 AI 很喜欢乱掰，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大家用你们的母语就好了，这样子反而比较能够让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当然，我不是想要公审这位朋友的文法错误吼，你犯的这一点点小小的错误，不至于让我看不懂你想表达什么。只是既然看到这个问题，我就顺便解释一下，希望你不要介意哈。回到这个问题来，会不会做 BL 的 OST 的 reaction？ 我的答案是呢，我倾向不做。首先 ，OST 这个东西如果要拿来做 reaction 的话，那我肯定是整段的放出来啊，整段放出来，那肯定就会有版权问题。再来就是呢，其实我还是比较擅长做剧集的 reaction。因为像是这种歌曲的 reaction 啊，它一首歌它不会有空闲的时间等你发表评论，等你终于讲完前一段的心得之后，它歌曲已经唱到后两段了。我之前也有做过，但是结论就是不知所措。所以 OST 的 reaction 我应该就是倾向不做了。最喜欢的 BLCP。你这边问的是故事里的 CP， 虚拟的两位情侣，还是现实的演员 CP， 像泰国那种固定 CP 的那种？如果是前者的话，我真的很喜欢千居平良，然后志川水无赖、片冈小田岛我也挺喜欢的，《Last Twilight》里面的 Mock 和 Day，《语义错误》里面的张载英、邱尚宇。这个问题我真的是聊不完，你知道吗？但如果是真人演员 CP 的话，应该有一些朋友在某些影片里会看到，我的房间墙上还贴着《婆奇梦》的见面会海报呢。是的，这一对是我唯一花钱去过他们见面会的。哎，他们真的是我的意难平。虽然他们拆 CP 不是谁的错谁的问题啦，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两个好可惜，难得两个人性格这么和实力也相当，也都长得不错，这么强劲、这么有潜力的一对 CP 就这么拆掉了，我还是觉得，哎呀。不过他们现在也都有各自的新搭档了，事业也都重新出发了，祝福两位吧。除此之外呀，我比较喜欢的 CP 应该就是 GMM 家的新生代球棍 Aston， 这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之一。
你可以做印度 BL 作品的 reaction 吗？如果有合适的，当然好啊，你们可以推荐给我，因为我真的比较少会接受到印度有什么 BL 的资讯。你有没有什么很期待的2026年的剧集？有啊，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一部《纯爱上等》，由听见向之声的3位导演当中口碑最好的那一位导演八重剑锋雅独立执导，这一次由他完成整部剧，没有人会再拖他后腿了。我想看看完全体的他会怎么发挥。除此之外，编剧也是我们的老熟人川崎辽老师，他的代表作有这些。是不是一看就觉得很可靠呢？只希望到时候不要让我失望才好啊，不要害我啪啪打脸啊。接下来是关于我个人的问题，你几岁？好多人在问这个哦。其实我记得我一直都有公开我的年龄啊，我的年龄一直都不是秘密。我出生于1999年2月11，目前26岁，快27了。我 Instagram 的 ID 就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去年生日的时候也有拍一部庆祝我26岁的 shirts。除了看剧之外，有什么兴趣爱好吗？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是讲出来会让人觉得惊讶的？今年有没有培养新的兴趣 ？OK， 好，关于我的兴趣吧，看剧、看电影、看动画、看综艺。有没有感受到我真的很宅？不过确实啦，这几项真的是我最大众的兴趣。除此之外的话，会让人觉得惊讶的兴趣，可能就是我会研究一点命理学的知识。没想到像我之前在学习看面相。我真的觉得了解过面相之后很有趣。像我在看剧的时候，真的就会开始看这个演员的面相怎么样，他私底下是什么样的性格的。有的时候真的会看到一些演员私底下的性格跟他剧中角色差太多了，就会觉得interesting。比如说饰演日志的那一位藤本光大。哇，他私底下是一位很聪明、很有个性，甚至是一个有一点脾气的人哦。当然，我不是说这一定是坏事哦。有一点脾气，有一点锋芒，可能在演艺圈才能生存。像日志那种性格，应该很难在演艺圈生存啦，除非他能像日志这样子，周围都是好人。然后像桑塔。我有看到很多网络上的评价说，看他演戏装可爱，总觉得有一点别扭。是的，各位的感觉没有错，因为桑塔私底下确实不是那种性格的，他其实是一个很拼、野心很大、总想要站上更大的舞台的人。只是公司一直给他安排装可爱的戏码，我真的是，我是觉得他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啦。也许公司可以为他调整一下策略。还有一个我觉得跟剧中形象也差比较多的就是南平，还有他私底下的性格可没有那么软呐。相信我，他是一个做事执行力很强的人。而从2025开始，我也有在尝试学习八字，从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时辰来判断一个人一生的运势变化。从你的影片看起来，你好像会一点日文。请问学习日文只是你的興趣愛好，還是和你的工作有關？はい、少し日本語がわかります。2年前に日本に旅行する前に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それ以来趣味にしています。除了 YouTube 之外，你还有什么专业工作吗？我之前有说过呀，其实我是一位兼职编剧。那当然，其实这方面我也还在探索。我是真的对剧集蛮有兴趣的，但是要把它当做专业嘛，当做职业，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犹豫的。我这个年纪，我真的还在探索，我到底对什么事情是真正热爱，想要去追逐的。那这也顺便回答到下一个问题：你有兴趣成为影片的制作人或者演员吗？有合适的机会当然好啊，可以的话都去接触看看呢。你有没有 Patreon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可以完整的放出你的 reaction 影片的？这个嘛，目前是还没有啦。首先，我不是很确定大家真的会想要看我的完整版一刀未剪的版本的影片吗？因为我真的录影的过程一直在擤鼻涕、擤鼻子。然后常常会跟剧中角色交叠说话，
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的影片常常会有观众抱怨说：“哎，你讲话太多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话这么多？”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的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多，当然我真的是话有比较多啦。不过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我跟剧中的角色同时讲话的话，会让观众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听哪边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要看哪边的字幕，会让观影体验比较差。所以像这样子的问题，我都会利用后置剪影片的时候调整过。当然，大家如果不介意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我也可以研究看看 Patreon， 然后就让大家有一个管道可以资助我，可以看到完整版的 reaction。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 K-pop 团体？一开始带我入坑 K-pop 的就是 EXO， 后来很喜欢防弹少年团，哇，我真的好喜欢他们花样年华那系列的作品，那系列的专辑。而最近最喜欢的应该是 NCT Wish， 可能年纪大了，开始喜欢看可爱的小弟弟了。今年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就是当我知道我多益考到880的时候。哎呀，你不知道那一瞬间我多感动！学了这么多年的英文，总算是拿到一个还不错的成绩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我的 YouTube 频道终于开通盈利功能的时候。是的，各位没听错，我的频道到2025才终于审查通过 YouTube 让我开始盈利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每次审查不通过，就直接寄信来跟我说你审查不通过，然后还说是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详细原因。那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嘛，难道是因为 reaction 的版权问题吗？可是大家都在做呀，而且 YouTube 的规章守则是很明确的，说 reaction 这个创作形式在 YouTube 这个平台是合法的，而且是被鼓励的，只是创作者得自行小心规避版权问题。那为什么连通过都不给我通过？之后如果有版权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做影片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后台是会看到，如果这支影片有版权问题，那它可能就会被限制收益。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那支影片有问题，就是那一支影片单独的收益被拿掉而已。可是你连整个频道都不让我赚钱哦，那真的是很哦。所以当今年终于通过的时候啊，那是我最难忘的瞬间了。明年你有没有什么想尝试的创作类型？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尝试那种深度的影评呢。当然，像我这样子 reaction， 我也是在做影评，没有错啦。只是说我现在的影片形式就更偏向于就轻松的跟大家聊聊天，在看影片的当下给予我的第一反应。可是很多东西真的就是看过去，然后就被我忽略掉了。很多深度的东西，比如说一部剧可能会在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做一个前后呼应，然后我可能在看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已经忘了第一集演过了跟它呼应的剧情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讲出来。又或者可能剧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更大的篇幅去展开说明，可是剧一边在播，我可能就只能点到为止，没有办法深度挖掘啊。我又不喜欢按暂停键在讲，一来这增加我后置工作量，二来我觉得这就打断了我看影片的节奏了。所以说，我觉得深度影评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如果状况允许，我会尝试制作这类型的影片的。你感到疲惫或气馁时，是什么支撑你继续前进？哎呀，这问题总感觉你好像问错人了。其实我就是一个没什么毅力的人呐。大家看我的频道也知道，我常常在停更的，就是我觉得累了，不想做了，或者是同时间有其他的事情在进行，我可能就会忽略到频道经营的部分。最近这几个月真的算是我连续日更坚持最久的一次了。不过就这几个月如何坚持下来的，我还是可以稍微跟你分享一点我的小心得，那就是作为一个以日更自居的 YouTuber， 我不想要中断我的 combo 啊。是的，各位应该有感受到，其实我还是一个挺爱面子的人。如果答应别人的事情没做到，我会谴责自己比别人谴责我更凶。为了不要违背我的承诺，我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也要把影片做出来。所以啊，大家如果真的有什么坚持不下去的事情，可以找一个外部的监督机制，可以是这样子在社群上面每天分享，每天坚持打卡，或者是真的找一个朋友、亲友盯着你。
等你一段时间之后，就为了不想要断 combo 而会努力坚持下去了。最后一个问题，有什么关于2026的目标吗？首先，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健康。各种意义上的健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还有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健康。除此之外的目标吧，可能就希望我的频道尽快达到1万订阅。这频道做了第3年，即将迈入第4年，我的频道也算是终于开始健康的成长起来了。毕竟我的这个领域就是比较小众，我知道。但是既然开始成长了，我就希望这个前进的脚步不要停歇，继续往前走。只是如果中间过程实在有什么停滞的，这几年来我也想通了，就是有些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实在就不要强求它，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这样就够了。再来关于个人目标吧，希望我的体重可以在今年达到60公斤。是啊，我还是有在努力增重的。好啦，以上就是这次的 Q&A 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形式的影片？希望这部影片也有让大家更了解我，也有让我跟我的社群之间的互动更健康啊，要不然，我实在是不是那么的会经营社群。我老实说，跟其他创作者比起来。最后，新的一年，祝你各位吉祥如意，万事胜意。我们下次见，拜拜。我没有想到做这样的影片需要这么密集的讲话。现在录完音之后，我觉得我的头晕晕的。